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相思这波公关大胜，梅林虐杀被观众狂骂，一招巧妙解决争议。长相思断更前2集虐心，小妖遭虐杀，涂山璟等守护，拍摄效果不尽如人意，剪辑删减引争议。杨紫演技获赞，剧情展现角色复杂情感与使命，非纯爱情剧，角色均有遗憾，呈现生活真实面貌。长相思断更前的2集，令无数剧粉心碎。梅林虐杀作为第1季最经典的场景，也是全剧最让人痛心的情节，但却引起了一些粉丝的不满和争议。原本3家正在激烈竞争，现在却联合一致对外，导演的协调能力真是了得。小妖在梅林中遭遇了生父赤诚的仇家的精心设计，陷入了必死的境地。他孤独地面对着众多敌人，一时3次被凶器贯穿，全身被无数飞镖刺入，最后被惨无人道的虐杀致死。这是一段极其悲惨的剧情。在这个部分，有2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，其中之一就是小妖。他能够在困境中活下来，首先得益于自己多年的漂泊经历，从而培养出了强烈的求生本能。小妖被困在绝杀阵中后，只依靠一把刀和自制的毒药来保护自己，面对无数次的攻击，他从未表现出过害怕和胆怯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小妖也没有说过一句求饶，始终坚持自我救援。涂山璟、枪玄以及香柳的第2个闪光时刻，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小妖。璟不断输送灵力，直到确认小妖没有生存希望，他才选择了以身殉情。他们的行为展现出了无尽的勇气和深情，让人感动不已。枪玄挺身而出，带领着暗卫们冲入熊熊燃烧的火海中，不畏艰险地将他们2人救出。随后，他又迅速集结了一众高手，为小妖提供轮流的灵力支持，全力保障他的生命安全。香柳带走了小妖，并在海底喂了他37年的本命精血。结果，拍摄出来的效果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：1. 视觉效果惊人，让人震撼不已； 2. 故事情节紧凑，但在某些部分感觉有点匆忙； 3.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，但每个人物形象都鲜明独特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涂山璟的火烧山场面，枪玄一击即倒，香柳放血的水龙头画面，原本期待能媲美香蜜中的经典从未，但现实却十分遗憾，各方面都表现得不尽如人意。为同样的画面配上一首毛不易的歌曲，其效果绝对要优于现在的效果。此外，这段剧情的内容删减过于严重，导致很多画面都失去了原有的合理性。例如，在画面上涂山璟看似在拼死保护小妖，但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效果却像是在放火烧山。对于那些没有看过原著的人来说，很难理解这个场景的真正含义。被骂了一整天后，官博突然放出了梅林虐杀的分轨文件，欢迎各位剧迷自行剪辑，仿佛让粉丝们变成了全民制作人。长相思不仅让男1到男4全员上桌，现在连观众也要上桌了，这真是让人兴奋不已。虽然这段拍摄剪辑存在很多问题，但是杨紫的演技真的令人惊叹。在没有实物参照的情况下，她全程都能准确传达出情感，最后那双空洞的眼睛，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她的表演真是精彩绝伦。涂山瓯和防风亦映在璟的眼皮子底下私通多年，最后居然还怀上了孩子。为了羞辱璟，涂山瓯逼迫防风亦映嫁给了璟，以此给璟戴上了一顶大大的绿帽。涂山璟深深明白自己和防风亦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但他却始终未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来为自己辩白。在与防风亦映完婚后，
数十年来，他从未与猴有任何交流，这让景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原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。在关键时刻，小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展现。你还记得那颗鱼丹红吗？在本剧中第一次重要的情节中，他巧妙地利用了它。一群人各怀心事，景和小妖在船上陷入了爱河，枪玄和新月则在水中练习游泳，而猴和意应则在岸边享受着甜蜜的时刻。等他们回来时，猴拿出了一颗鲜艳的鱼丹红。新月和小妖对这个宝物都抱有期待，唯独意应稳如泰山，因为他深信这个宝物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。猴为了挫败景，利用各种手段勾引景的每一个亲近之人，以此来证明他比景更为优越。小妖成功地利用了猴的漏洞，巧妙地利用了这枚鱼丹红作为突破口。尽管猴已经将鱼丹红送给了意应，但是为了打消疑虑，仍然决定将其保管在自己的手中。宴会上，小妖故意与猴眉来眼去，假装和景不和。当他们下水游玩时，小妖让猴看到了景送的鱼丹子，引发了猴的思考。在下次集体活动时，小妖和猴又一同下水嬉戏。这次，猴把鱼丹子留给了自己，而把鱼丹红送给了小妖。回到船上，小妖假装要换衣服，有意让防风意应看到了那枚艳丽的鱼丹红。他轻描淡写地对他说：“如果你想拿，就拿去吧，这只是个没什么价值的东西。”意应虽然坏，但归根结底他只是个恋爱脑，那个曾被视为他宝的定情信物，现在却落到了别的女人手里，而且还如此不在意。这让意应觉得自己多年的隐忍变得可笑至极，他心中的怒火难以平息，于是悄悄来到了涂山猴的秘密基地，两人激烈争吵起来。他坦诚地揭露了他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秘密恋情，同时告诉涂山猴，涂山镇就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涂山警暗中紧随两人的步伐，利用能拍摄图像的生生镜完整地记录下了他们的对话。小妖的这个巧妙计划让景得以获取确凿的证据，洗清了自己的嫌疑。小妖、枪玄、景、香柳，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小妖在大荒中漫无目的地漂泊了300多年后，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他最恐惧的是孤独，于是他与猴子交谈，一直持续了数十年。正是因为这种原因，他在清水镇时收养了串子和麻子。他们毕竟只是凡人，作为寿命悠久的神族，小六最终还是要漂泊天涯。他身处高位，拥有丰富的财富和权力，但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他涂山景。景是涂山族的族长，富有尊贵的地位，然而在他面前，他愿意放下一切，包括权力和富贵，只做他叶时妻。景的生命虽然在清水河边结束，阳光明媚的那一天，他却在他心中复活，成为他永恒的陪伴。叶时七和景的故事充满了爱与执着，如今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小妖与景的深情厚谊终成眷属，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而香柳则选择了无谓的牺牲，为战而生，为战而死，他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信念。在原著中，香柳和小妖探访了陈荣的一位老将军。香柳曾经说过，对于一位将军而言，最荣耀的结局就是在战场上英勇牺牲。他虽然曾经对小妖产生过感情，但是在他心中，忠诚和国家大义始终排在首位。小妖是他生命中的一切，但他明白，没有权力，就无法真正保护他。作为西炎王子，他一直怀揣着统一天下的梦想，因为只有拥有权力，才能守护他所珍视的人。所以，他愿意付出一切，甚至自己的生命，来帮助陈荣义军实现他们的目标。为了保护自己和挚爱的人，他选择让自己更加强大。这个过程虽然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小妖，但最终他成功地统一了大荒。
虽然失去了小妖，但这也算是一种的偿所愿吧。在一个故事的终章，枪玄如愿以偿，成就了自己的霸业，成为了一国之王，而新月也成功坐上了王后的位置，手中握有无尽的权力和富贵。至于他们景和小妖，他们的爱情也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坚定，永远相守在一起。香柳为报共工救命之恩，担当起了将军的职责，同时也实现了心爱之人所期望的自我保护，有所依靠，有落脚之处。风龙也完成了他的雄心壮志。每个人都如愿以偿，这难道会是一个悲剧吗？每个人都有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小妖永远失去了香柳，景的光辉岁月将永远尘封。枪玄和香柳永远失去了小妖。长相思描绘的不只是浪漫的爱情故事，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使命和责任的生活画卷。每一个角色都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和感人的情感。